它是传奇，也是谜团，风华绝代，英年早逝，灵魂徘徊不去，被拍下照片，成了英国最著名的贵妇幽魂。这张照片是真的吗？它又有什么未了心愿呢？在英国诺福克郡有座古老的庄园叫雷纳姆，流传着困扰英国200年的谜团。The Brown Lady 棕衣夫人，这位百年幽灵被拍到照片是在1936年，2名杂志的摄影师正给庄园的木楼梯拍照，突然有个雾状的人影顺楼梯缓缓走下，摄影师按下快门，抓拍到了这张著名的灵异照片。一个半透明的女人，披着长袍，双眼是2个黑洞。其实早在1800年，当时做客庄园的乔治4世曾被吓到，他在客房睡觉，一睁眼就看见床头站着这个女人。1835年，一位陆军军官也撞见了她，他当时还以为是哪位客人跟他打招呼，结果女人就在他眼前凭空消失。接着是大文豪查尔斯·狄更斯的好朋友海军军官马里亚特，他不信邪，带着2把手枪住进了庄园。一天入夜，军官在走廊和这女人撞个正着，发现女人的眼窝是2个黑洞，当场拔枪射击，子弹穿过女人的身体，钉进了对面。直到今天，那个弹孔还在。在这张灵异照片拍摄前，继承庄园的汤森侯爵夫人就出了一本书，记录自己、儿子和朋友们亲眼见过 Brown Lady 的经历。加上照片的流传，这位贵族夫人成了英国最著名的悲剧幽灵，衍生了各种版本，全都毛骨悚然的优雅。这位神秘的 Brown Lady 真名叫多罗西·沃波尔，1686年生于诺福克郡，娘家就是著名的霍顿庄园，更加金碧辉煌。她出身显赫，哥哥罗伯特更是英国的第1任首相。她的姓氏在当时的英国代表权力的巅峰。1713年，这位美丽动人的名媛风光嫁给了上议院的领袖查尔斯·汤森子爵，成了雷纳姆庄园的女主人。在外人眼里，她是人人羡慕的子爵夫人，可谁也没想到，这正是她悲剧的开始。她的丈夫查尔斯是出了名的暴躁狂和大醋缸，他容不下妻子的活泼开朗，更记恨她在社交场上的迷人光芒。子爵翻出了夫人的陈年旧账，多罗西在婚前的一段情史成了压垮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嫉妒的子爵陷入狂怒，哪怕多罗西跟他生育了11个孩子，也没能换来丈夫的一丝怜惜。她被丈夫关进了华丽庄园的幽暗深处，她的名字被权力和谎言抹除，留下的只有她在楼梯间徘徊数百年的凄凉身影。也有人说内情很阴暗，当时有权势但道德败坏的头号浪子沃顿侯爵曾向多罗西示好，引起了自己夫人的不满。侯爵夫人诱骗多罗西到家里居住，因侯爵名声太差，女性只要在他家住过都会名声扫地，多罗西就这样背负了无辜的污名。可对极度自大的查尔斯子爵来说，这是背叛，奇耻大辱，所以他不离婚，而用了更残忍的方式囚禁。丈夫知道多罗西最爱他的孩子，就把多罗西关起来，不让他见孩子，不许出门，不能跟仆人说话。就这样，曾经风华绝代的子爵夫人在自己富丽堂皇的家里活生生被折磨成了活死人。都说门当户对是婚姻的保障，但在那个等级至上的时代，庄园是合法的私人监狱。查尔斯子爵利用权力和规则对妻子进行了长达1辈子的处决。
1726年，官方宣布多罗西死于天花，终年39岁。坊间流传的真相是，子爵伪造了葬礼。其实，夫人一直被他锁在楼梯间的夹层里，直到疯掉，活活被饿死。多罗西那位权倾朝野的首相哥哥为什么不出手相救呢？这正是历史最残酷的地方。首先，利益，首相跟残暴的妹夫当时是全英国最稳固的政治盟友，联合执政。其次，声望，那时候女性的名誉污点是整个家族的耻辱。最后，法律，18世纪的英国夫权至上，妻子只是丈夫的附属品，子爵对夫人的惩罚是社会的默许。贵为首相，为保住政治前途，亲哥哥选择了沉默。也有记载说，子爵先是骗所有人，说夫人染了天花要隔离，然后用葬礼瞒天过海，连夫人的首相哥哥都被诓骗了。多罗西成了政治和婚姻交易的祭品，肉体虽然消失了，但他的幽魂终于冲破了楼梯间的禁闭，徘徊不去。这张照片被争论了210年，有人坚信这是2次曝光或者光学巧合，但有一个事实至今无法解释。跟咱们之前一期视频警察拍下男孩灵魂出窍的照片一样，最权威的专家检测了原底片，没有发现任何人为或重叠曝光的痕迹。拍摄这张照片的2位摄影师口供完全一致，也从未以此牟利。从19世纪的国王到庄园后来的居住家庭，再到1936年的摄影师，跨越了几百年的众多目击者，描述的细节完全吻合，这在逻辑上形成了闭环。也许世人更愿意相信它是真的，因为历史欠多罗西一个交代。当一个女人生前被剥夺了声音、身份和自由，人们只能希望她死后以另一种形态控诉她被消失的暴行。豪门贵妇多罗西身处权力中心，却死得孤寂凄凉。看看我们身边的安宁，或许才是真正的奢侈。多罗西华丽一生最缺的，正是我们习以为常的阳光、花香、自由、猫咪和咖啡，对吗？生命宝贵，生活美好， Enjoy it。